越自负的人越自卑。青年也许是那样，不对，哲人，而且对自己的学历有着自卑情结，认为我学历低，所以才没办法成功。反过来也就意味着只要学历高，我就可以获得巨大的成功。青年的确如此。哲人，这就是自卑情结的另一个侧面。那些用语言或态度表明自己的自卑情结的人和声称因为有 A 所以才不能做到 B 的人，他们的言外之意就是只要没有 A， 我也是有能力、有价值的人。青年，也就是说，要不是因为这一点，我也能行。哲人，是的，关于自卑感，阿德勒指出，没有人能够长期忍受自卑，也就是说，自卑感虽然人人都有，但是它沉重的，就像没有人能够一直忍受这种状况。青年，这好像有点乱啊。哲人，请你慢慢去理解。拥有自卑感即感觉目前的我有所欠缺的状态，如此一切的问题就在于青年如何去弥补欠缺的部分，对吧？哲人，正是如此。如何去弥补自己欠缺的部分呢？最健全的姿态应该是通过想要努力和成功去弥补欠缺部分，例如刻苦学习、勤奋练习、努力工作等。但是没有这种勇气的人就会陷入自卑情结。拿刚才的例子来讲，就会产生因为学历低无法成功之类的想法，并且还会进一步通过如果有高学历自己也很容易成功之类的话来暗示自己的能力。意思就是，现在只不过被学历低这个因素所埋没，真正的我其实非常优秀。青年，不，第二种说法已经不属于自卑感了，那应该是自吹自擂吧。青年，正是如此，自卑情结有时会发展成另外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青年，那是什么呢？哲人，这也许是你没有听说过的词语，是优越情结。青年，优越情结。哲人，虽然苦于强烈的自卑感，但却没有勇气通过努力或成长之类的健全手段去进行改变。即便如此，又没有办法忍受因为有 A 所以才做不到 B 之类的自卑情结，无法接受无能的自己。如此一来，人就会想要更加简便的方法来进行补偿。青年怎么做呢？哲人表现得好像自己很优秀，继而沉浸在一种虚假的优越感之中。青年，虚假的优越感。哲人，一个很常见的例子就是权势张扬。青年，那是什么呢？哲人，例如大力宣扬自己是权力者，可以是班组领导，也可以是知名人士，其实就是在通过这种方式来显示自己是一种特别的存在。虚报履历或者过度追逐名牌服饰等，也属于这一权势张扬，具有优越情结的特点。这些都属于我原本并不优秀或者并不特别，而通过把我和权势结合，似乎显得我很优秀。这也就是虚假优越感。青年，其根源在于有强烈的自卑感吧？哲人，当然。我虽然对时尚不了解，但是10根手指全戴着红宝石或者绿宝石戒指的人，与其说是有审美问题，倒不如说是自卑的问题。也许就是一种优越情结的表现。青年，的确如此。哲人，不过借助权势的力量来抬高自己的人，始终是活在他人的价值观和人生之中，这是必须重点强调的地方。青年，是优越情结吗？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心理。您能再举一些例子吗？哲人，例如那些想要骄傲于自我功绩的人，那些沉迷于过去的荣光，整日只谈自己曾经辉煌业绩的人，这样的人恐怕你身边也有。这些都是可以称为优越情结。青年，骄傲于自我功绩也算吗？那虽然是一种骄傲自大的态度，但也是因为实际上就很优秀才骄傲的吧？这可不能叫做虚假优越感。哲人，不是这样，特意自吹自擂的人其实对自己没有自信。阿德勒明确指出，如果有人骄傲自大，那一定是因为他有自卑感。
青年，您是说自大是自卑的另外一种表现？哲人，是的，如果真正的拥有自信，就不会自大。正因为有强烈的自卑感，才会骄傲自大。那其实是要通过故意炫耀自己很优秀，担心如果不那么做的话，就会得不到周围的认可，这完全是一种优越情节。青年，也就是说，自卑情节和优越情节从名称上来看似乎正是相反，但实际上却有着密切的联系。哲人，密切相关。最后再举一个关于自夸的复杂实例，这是一种通过把自卑感尖锐化来实现异常优越感的模式。具体是夸耀不幸。青年，夸耀不幸。哲人，就是说那些津津乐道甚至是夸耀自己成长始终各种不幸的人，而且即使别人想去安慰或者帮助其改变，他们也会用你无法了解我的心情来推开援手。青年啊，这种人倒是存在。哲人，这种人其实想要借助不幸来显示自己的特别，他们想要用不幸这一点来压住别人。例如，我身高很矮，对此心善的人会用没必要在意或者人的价值并不由身高决定之类的话来安慰我。但是此时我如果甩出你怎么能够理解矮子的烦恼呢之类的话加以拒绝的话，那谁都会无话可说。如此一来，恐怕周围的人一定会小心翼翼地对待我吧。青年，的确如此。哲人，通过这种方式，我就可以变得比其他人更有优势，更加特别。生病的时候、受伤的时候、失恋难过的时候，在诸如此类的情况下，很多人都会用这种态度来使自己变得特别的存在。青年，也就是暴露出自己自卑感来当做武器使用吗？哲人，是的，以自己的不幸为武器来支配对方，通过诉说自己如何不幸、如何痛苦，来让周围的人，比如家人或朋友，担心或束缚支配其言行。刚开始提到的那些闭门不出者，常常沉浸在不幸为武器的优越感中。阿德勒甚至指出，在我们的文化中，弱势其实非常强大，而且具有特权。青年，什么叫弱势具有特权？哲人，阿德勒说，在我们的文化中，如果要问谁最强大，那答案也许应该是婴儿。婴儿其实总是处于支配，而并非被支配的地位。婴儿就是通过其弱势特点来支配大人，并且婴儿因弱势所以不受任何人的支配。青年，根本没有这种观点。哲人，当然，负伤之人所说的“你无法体会我的心情”之类的话中，也包含着一定的事实。谁都无法完全理解痛苦的当事人的心情，但是只要把自己的不幸当作保持特别的武器来用，那人就会永远需要不幸。开始于自卑感的一系列辩论，自卑情节，再加上优越情节，这些虽然是心理学上的重要词汇，但是其内涵与青年原来的想法存在着太大的反差，他自己在一时之间依然感觉好像还有哪里想不通，到底是哪里无法接受呢？对了，我对导入部分的前提条件还是存有疑惑。这样想着，青年不紧不慢地开口说话了。人生不是与他人的比赛。青年，但是我依然不太明白。哲人，你尽管问。青年，阿德勒也认为希望进步的追求优越感属于普遍欲求吧。另一方面，他又提醒人们不可以陷入过剩的自卑感或优越感之中。如果是直接否定追求优越性的话，倒还容易理解，但他又认可这一点，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哲人，请你这样想，一提到追求优越性，往往容易被认为是尽力超越他人，甚至是通过排挤他人以取得晋升之类的追求，往往给人一种踩着别人往上升的印象。
当然，阿德勒也并不是肯定这种态度。在同一平面上，既有人走在前面，又有人走在后面。请想象一下这种情形：虽然行进距离或速度各不相同，但大家都平等地走在一个平面上。所谓追求优越性，是指自己不断朝前迈进，而不是比别人高出一等的意思。青年，您是说人生不是竞争？哲人，是的，不与任何人竞争，只要自己不断前进即可。当然也没有必要把自己和别人相比较。青年，哎呀，这不可能吧？我们无论如何都避免不了把自己与别人相比较，自卑感不就是这样产生的吗？哲人，健全的自卑感不是来自与别人的比较，而是来自与理想的自己的比较。青年，但是，哲人，好吧，我们都不一样，性别、年龄、知识、经验、外貌，没有完全一样的人。我们应该积极地看待自己与别人的差异，但是，我们虽然不同，但是平等。青年，虽然不同，但平等。哲人，是的，人各有差异，这种差异不关乎善恶优势。优劣，因为不存在着什么样的差异，不管存在什么样的差异，我们都是平等的人。青年，人无高低之分，从理想论的角度来看，也许如此。但是，先生，我们应该看到真实的现实，例如，作为成人的我，与连4则运算都不会的孩子之间，也可以说是真正平等的吗？哲人，就知识、经验或者责任来讲，也许存在着差异。也许孩子不能很好的系鞋带，不能解开复杂的方程式，或者在发生问题的时候不能够像成人那样去负责任。但是人的价值并不能用这些来决定。我的回答仍然一样，所有的人都是虽然不同，但是是平等的。青年，那么先生，您是说要把孩子当成一个成人来对待吗？哲人，不，既不当作成人来对待，也不当作孩子来对待，就是当作人来对待，把孩子当作与自己一样的一个人来真诚相对。青年，那么我换个问题，所有人都平等，走在同一个平面上，虽然如此，但依然存在差异吧。走在前面的人比较优秀，追在后面的人则相对逊色，最终不还是归到优劣的问题上吗？哲人，不是，无论是走在前面还是走在后面都没有关系，我们都走在一个并不存在的纵走水平面上，我们不断向前进，不是为了与谁竞争，价值在于不断超越自我。青年，先生，你能摆脱一切竞争吗？哲人，当然，我不追求地位或名誉。作为一名在野哲人，过着与世无争的人生。青年，退出竞争，不也是认输吗？哲人，是从胜负竞争中全身而退。当一个人想要做自己的时候，竞争势必会成为障碍。青年，不，那是厌倦人生的老人的逻辑啊！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必须在剑拔弩张的竞争中去提升自己。正因为有竞争对手的激励，才能够不断创造更好的自己。用竞争来考虑人际关系有什么不好呢？哲人，如果那个竞争对手对你来说可以称得上伙伴的存在，那也许会有利于自我研究，但是多数情况下，竞争对手并不能成为伙伴。青年，怎么回事？在意你长相的只有你自己。哲人，接下来咱们梳理一下我们的辩论。最初你对阿德勒所主张的一切烦恼皆源于人际关系这一概念表示不满，对吧？围绕着自卑感的争论就由此而来。青年，是的。关于自卑感这个话题讨论太过激烈，
以至于差一点把那一点给忘了。最初为什么会谈到自卑感这个话题呢？哲人，这与竞争有关，请你记住，如果在人际关系中存在竞争，那人就不可能摆脱人际关系带来的烦恼，也就不可能摆脱不幸。青年，为什么？哲人，因为有竞争的地方就会有胜利者和败者。青年，有胜者和败者不是很好吗？哲人，请从你自己的角度来考虑一下。假设你对周围的人都抱有竞争意识，但是竞争就会有胜者和败者，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所以必然会意识到胜负，会产生 A 君上了名牌大学，B 君进了那家大企业，C 君找了一位那么漂亮的女朋友，而自己却是这样之类的想法。青年，哈哈，可真是具体啊！哲人，如果意识到竞争或胜负，那么势必就会产生自卑感，因为常常拿自己和别人相比，就会产生优于这个、输于那个之类的想法，而自卑情节或优越情节就会随之而生。那么对此时的你来说，他人又会是怎样子的存在呢？青年啊，是竞争对手吗？这人不是单纯的竞争对手，不知不觉会把他人乃至整个世界都看成敌人。青年，敌人，这人也就是会认为人人都是随时会愚弄、嘲讽甚至陷害自己，绝不可掉以轻心的敌人。而世界原则是一个恐怖的地方。青年，您是说与不可掉以轻心的敌人之间的竞争？这人，竞争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此，即便不是败者，即便已致力于不败之地，处于竞争之中的人也会一刻不得安心，不想成为败者，从而不成为败者就必须一直获胜，不能相信他人。之所以有很多人虽然取得了社会性的成功，但却感觉不到幸福，就是因为他们活在竞争之中，因为他们眼中的世界是敌人遍布的危险所在。青年，虽然或许如此，但是哲人，但实际上别人真的会那么关注你吗？会24小时监视着你，虎视眈眈的寻找攻击你的机会吗？恐怕并非如此。我有一位年轻的朋友，据说他少年时代总是长时间对着镜子整理头发，于是他祖母对他说：在意你的脸的只有你自己。那之后，他便活得轻松了一些。青年，哈哈，你可真讨厌啊！您这是在讽刺我吧？也许我真的把周围的人看成了敌人，总是担心随时会受到暗箭攻击，认为总是被他人监视、挑剔甚至攻击，而且就像热衷于照镜子的少年一样，这实际上也是自我意识过剩的反应。世上的人其实并不关注我，即使我在大街上倒立，也不会有人留意。但是怎么样呢，先生？你依然会说我的自卑感是我自己的选择，是有某种目的的，对吧？说实话，我无论如何也不能那么认为。哲人，为什么呢？青年，我有一个年长3岁的哥哥，他非常听父母的话，学习运动样样精通，是一位非常认真的哥哥。而我自幼就常常被拿来跟哥哥比较，当然，跟年长3岁的哥哥相比，我什么都赢不了，而父母根本不管这一点，他们总是不认可我，无论我做什么都被当作孩子对待，一遇到事情就被否认，总是被压制、被忽视，简直就是生活在自卑感中，还必须意识到与哥哥之间的竞争，这人怪不得。青年，我有时候这样想，自己就像是从未真正沐浴过阳光的丝瓜，自然就会因为自卑感而扭曲。所以，如果有挺拔舒展的人，真希望他能够带带我。
哲人明白了，你的心情我很理解。那么，包括你与哥哥的关系，也从竞争的角度去考虑。如果你不能把自己与哥哥或者他人的关系放在竞争角度去考虑的话，他们又会变成什么样的存在呢？青年，那也许哥哥就是哥哥，他人就是他人吧。哲人不应该会成为更加积极的伙伴。青年，伙伴，哲人，你刚刚也说过吧，无法真心祝福过幸福的他人，那就是因为站在竞争的角度来考虑人际关系，把他人的幸福看作我的失败，所以才无法给出祝福。但是，一旦从竞争的怪圈中解放出来，就再也没有必要战胜任何人了，也就能够摆脱或者会输的恐惧心理，变得能够真心祝福他人的幸福，并能够为他人的幸福做出积极的贡献。当某人陷入困难的时候，你随时愿意伸出援手，那他对你来说就是可以称为伙伴的存在。青年，哲人，关键在于下面这一点，如果能够体会到人人都是我的伙伴，那么对世界的看法也会截然不同，不再把世界当成危险的存在，也不再活在不必要的猜忌之中，你眼中的世界就会成为一个安全舒适的地方，人际关系的烦恼也会大大减少。青年，那可真是幸福的人啊！但是那是向日葵，对，是向日葵，是沐浴着温暖阳光，吸收着充足水分长起来的向日葵理论。生长在昏暗背阴处的丝瓜是根本不可能的。哲人，你又要回到原因论上去了吧？青年，是的，的确如此。由严厉父母养大的青年，自幼便一直被拿来与哥哥进行比较，并受不到公正的待遇，任何意见都不被采纳，还被骂作是差劲的弟弟，在学校也交不到朋友，休息时间一直闷在图书馆里，只有图书室是自己的安身之处。经历这种少年时期的青年彻底成了原因论的信徒，他认为如果没有那样的父母和哥哥，没有那样的学校上学的话，自己也会是一个更加光明的人生。原本想要尽可能的冷静辩论的青年，积累了多年的情绪，在此时一下子就爆发了。人际关系中的权力斗争与复仇。青年，好了，先生，目的论只是一种诡辩。精神创伤确实存在，而且人根本无法摆脱过去。先生，您也承认我们无法乘坐时光机回到过去，是吧？只要过去作为过去存在着，我们就得生活在过去所造成的影响中。如果当过去不存在，那就等于在否定自己走过的人生。先生，您是要让我选择那种不负责任的生活吗？哲人，是啊，我们既不能乘坐时光机回到过去，也不能让时针倒转，但是赋予过去的事情什么样的价值，这是现在的你所面临的课题。青年，那么我来问问您现在这个话题吧。上一次，先生您说，人在捏造愤怒的感情，是吧？还说站在目的论的角度考虑，事情就是这样。我现在依然无法接受这种说法，例如对社会的不满。对政治的愤怒之类的情况应该怎么解释呢？这也可以说是为了坚持自己的主张而捏造的感情吗？这人的确，我们有时候会对社会问题感到愤怒，但是这并不是突发性的感情，而是合乎逻辑的愤怒、个人的愤怒、私愤和对社会矛盾或不公平产生的愤怒、公愤。这不属于同一种类。个人的愤怒很快就会冷却，而公愤则会长时间的持续。因为私愤而流露的发怒，只不过是为了让别人屈服的一种工具而已。青年，
您是说私愤和公愤不同？哲人完全不同，因为公愤超越了自身利害。青年，那么我来问问您私愤的事情。如果无缘无故的被人破口大骂，先生您也会生气吧？哲人不生气。青年不许撒谎。哲人，如果遭人的当面侮辱，我就会考虑一下那个人隐藏的目的，不仅仅是直接性的当面侮辱。当被对方的言行激怒的时候，我也要认清对方是在挑起权力之争。青年，权力之争。哲人，例如孩子有时候会通过恶作剧来捉弄大人，在很多情况下，其目的是为了吸引大人的注意力。他们往往会在大人真正发火之前停止恶作剧，但是如果大人真正生气的时候，孩子依然不停的恶作剧，那么目的就是斗争本身了。青年为什么要斗争呢？哲人，想要获胜啊，想要通过获胜来证明自己的力量。青年，我还不太明白，您能举个稍微具体点的例子吗？哲人，比如，假设你的朋友正在谈论当下的政治形势，谈着谈着，你们之间的争论越来越激烈，彼此都各不相让，于是对方很快就上升到了人格攻击，骂你说，所以说你是个大傻瓜，正因为有你这种人存在，我们国家才不能发展。青年，如果被这样说的话，我肯定会忍无可忍。哲人，这种情况下，对方的目的是什么呢？纯粹想要讨论政治吗？不是，对方只是想要责难挑衅你，通过权力之争来达到让不顺眼的你屈服的目的。这个时候，你如果发怒的话，就是正中其下怀，关系就会急剧转入权力斗争。所以我们不能上任何的挑衅的当。青年，不，没必要逃避。对于挑衅就应该进行回击，因为错在对方。对那种无理的混球就应该这么直接挫其锐气，用语言的拳头。哲人，那么假设你压制住了争论，而且彻底认输了对方爽快的退出，但是权力之争并没有就此结束。败下阵来的对方会很快转入下一个阶段。青年，下一个阶段，哲人，是的，复仇阶段。尽管暂时败下来，但是对方会在别的地方以别的形式策划着复仇，等待着进行报复。青年，比如说，哲人，遭受过父母虐待的孩子，有些会误入歧途、逃学，甚至会出现割腕等自残行为。如果按照弗洛伊德的原因论，肯定会简单的因果律角度归纳为因为父母用这样的方法教育，所以孩子才会变成这样。就像因为不给植物浇水，所以它们才会干枯一样。这的确是简单易懂的解释。但是阿德勒式的目的论不会忽视孩子隐藏的目的，也就是报复父母。如果自己出现不良行为，逃学甚至割腕，那么父母就会懊悔不已，父母还会惊慌失措，痛不欲生。孩子正是因为知道这一点，所以才会出现问题行为。孩子并不是受过去原因家庭环境的影响，而是为了达到现在的目的，报复父母。青年，是为了让父母烦恼，才有问题行为。哲人，是的。例如看到割腕的孩子，很多人会不可思议地想，为什么要做那种事情呢？但是，请想想孩子的割腕行为会对周围的人，比如父母带来什么影响？如此一来，背后的目的就不言而喻了。青年，目的是为了复仇吧？哲人，是的。而且人际关系一旦发展到复仇阶段，那么当事人之间几乎不可能调和了。为了避免这一点，在受到争权挑衅的时候，绝不可以上当。